刚刚提到赖清德总统去投资 Bloomberg 了哈，他有时候人算不如天算，他大概也没想到川普昨天晚上又改变了，就说怎么办呢？他就就是说呢，我们要这个所有的关税哦都要把它降低哦，然后呢，台湾要扩大对美国的采购，要扩大在美国各州的投资，然后呢，同时呢，非关税贸易障碍要排除哦。那关税是一种，另外一种是关税看来没有什么，但是非关税哦，日本对不对？道路都很小，以前美国大车就根本开不到小路去嘛。然后你要买汽车有一个停车位，停车位都画的小小的，美国车怎么进去呢？关税没有很高啊，关税其实很低啊。台湾也是看起来那个名目关税并不高啊，但是有很多奇奇怪怪，比如说农产品进口，我让你进口啊，哦，关税也不高啊，但是有数量限制。超过多少以上就不行，他那个数量就把你限死了，你只能卖这么多，不能卖这么多，类似这样，就是不是关税的障碍。又比如说像汽车，关税17.5%也不低了，但是17.5%也还好嘛。货物税还在后面啊，那是国内国外都要抽的，就是不管哪里上，2000cc以下25%，2001cc以上30%，好，然后这个关税、货物税交易以后，还有增值型营业税再加5%。是不完了吗？还没完，还有牌照税、燃料费一大堆。然后呢，如果你车子超过300万，再加10%的奢侈税，就这样搞哈。所以它这个就是不是关税啊？关税并没有这么多，它有很多非关税壁垒在后面啊。那这个赖清德说要零关税，所以呢就被批评，干脆你就补贴美国算了嘛，给美国钱好了啦。哦，那另外呢，美国财政部有说，要不然你就每年捐钱给我们也可以。他提出5个方式，4个方式我们都就是赖清德讲，第5个就是你每年捐一定固定的钱给财政部，以后国防部会讲，你每年捐一定请国防部做那保护费啊。好，那么赖清德说呢，现在要投资要脱中入北，北是什么东西啊？其实你干脆讲脱中入美算了。这是脱中靠北，脱中就入美了啊？什么入北啊？这原来是那个中央研究院一个研究员到民进党去报告了，讲了以后呢，赖清德太好了，脱中入北啊，这样能脱中什么都好啊。那说呢，我们现在有细盾2.0哦，所以呢会转危为安的，你们放心好了啊。那另外呢，国民党委员就是一定要一味的贵美吗？一定要脱中，一定要贵美吗？哦，那今天也有立法委员问说，你们研究员在讲什么脱中入北，什么意思啊？讲。院长说呢，这尊重言论自由啊，所以我们不评论他们的讲法啊。那另外呢，这个说现在呢，这个郑丽君要代表是这个去组织一个小组去谈判，包括国安、外交、经贸办啊，都是他的谈判的阵容。林佳龙也希望呢，台美要联队，我们要变成一个团队啊。另外呢。不讲嘛，白宫有说呢，捐钱给美国算了。郭志辉说我们会参考，因为断然拒绝，什么给你钱？我新闻赚了干嘛给你？会参考啊。那么该给钱就给钱哈。那另外呢，这个我们的官员说呢，川普自己都没标准答案啊，所以呢只好做好准备，谈判的准备。对啊，川普真的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自己要干嘛。我们看一下。他们有很好的科技、资金跟人才，那结合成台美联队。这样一个联合舰队的方式，抛出要和美方深化谈判、双边经贸合作，因为川普关税战急踩刹车。这75个国家通通列入暂停，你们有没有去确认台湾是不是这些被暂停的 some countries？ 我们有没有在那里面？有确认了吗？是。证实台湾也列入75国暂缓名单中，只是绿委更挂心谈判进度。USTR 当然一定是我们的管道之一。因为 USTR 我们过去不管谈哪个项目其实都蛮慢的。你认为这90天内我们排的顺序会在优先顺序，还是要排队？但是因为我们在几天之前我们已经挂上号，所以我想我们一定会持续的努力争取。不止谈判进度要加快，我方代表也得让美方感受诚意。蓝营喊话要列入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因为他曾是 APEC 代表之一。如何让美国收回高关税？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米伦给台湾等国家在内这个建言。They could simply write checks to Treasury. That would help us finance global public goods as well. 各种我们都会参考
那我们也会提供给谈判单位。嘴巴动一动，看台湾如何出手，简单的粗暴的谈判手段，愿者上钩。他发觉有一些国家，那真的是我要你5毛你就给我1块，那哪一些国家？台湾就典型的，因为很清楚，他你就是要我保护，所以呢，我直接向你要钱，你要不要给？你不给，你会很麻烦。南轩。刚刚我们提到这个美国白宫的经济顾问主席米伦哦，他提了5个台湾可以去降关税的方式。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早上赖总统的投书5个里面就中了4个嘛，哈。那这个第5个就是干脆捐钱给美国的财政部，这个真的是太好笑了。我们的财政部长，我们的经济部长郭志辉竟然还说可以参考看看。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呢，在这一段时间，今天早上川普的反复无常，导致说他暂缓加征关税的同时，台湾有一部分的绿营的支持者非常的高兴，欣喜若狂，好像觉得说我们的赖总统真的谈到了什么。可是这件事情会不会高兴的有点太早了？这不代表说今天川普的一个决定是民进党政府所达成的一个目的，而且也不是民进党政府的功劳。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7天到8天之间这么荒腔走板的面对这个应变的措施，我们拿不出任何的解方，我们拿出来的就是底牌进先。大家可以看到，刚刚大家都在讲啊，你拿出来就是第一个，我们要扩大这个采购嘛，扩大军购嘛，加强投资嘛。等等这些，甚至我们连非关税贸易障碍，我们都要让利。所以，民进党政府现在已经把让利误变成谈判。昨天我们看到总统府的副秘书长这个还站出来，张敦涵说：“你们总是要我们跟中国用对话代替对抗，可是呢，为什么现在要我们跟美国是对抗代替对话？”我想请问一下，谈判何来对抗？谈判并不是对抗，甚至我们要质疑是你们连对话有对话上吗？这段过程当中，不但是看到赖总统直接在这个社群上面单方面的发文，或者是说呢，像这样子的投书，希望尽可能的让美国能够看到我们的诚意。我们看不到真的实质上面的交流，挂号挂几号其实都不知道，甚至连到刚刚这个所谓的暂缓加征关税的这个国家到底有没有台湾，我们的官员都说应该有。好，那我觉得呢，接下来台湾还是要注意的是，不要赔了夫人又折兵。就像刚刚大家一直都在关心这个非关税贸易障碍，当我们把农产品当作是底线、当作是筹码交涉出去之后，会不会美国川普根本不在乎，根本不在乎你的这些东西？川普现在在乎的是什么？就是刚刚赵大哥讲的嘛，汽车嘛，还有现在关心的是什么？半导体嘛。所以有没有可能我们台湾的政府交出去的东西根本就老美根本不在乎你？他想要谈的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到底筹码有没有设定对的目标跟方向？尤其接下来。刚刚提到很多猪农，其实真的是叫苦连天。除了标示不标示这件事情必须要站稳底线之外，他现在连台湾只能进口30个月以上的美国牛肉、禁止牛绞肉等等的内脏这些事情，都会被他认为说是这个非关税贸易障碍。然后还有呢，标示产地，如果未来这些底线我们都全盘托出的话，那请问一下，在台湾内部会产生多大的产业冲击？这些产业的新生，农民这几天叫苦连天，不是叫假的。他们说你们怎么每一次都把我们让利出去？所以接下来赖政府不能总是只有在野党千错万错都推给在野党，好好的想这90天之内，我们可能要随时一觉醒来，又面对川普的川剧变脸，会是什么样的因应？恐怕我们才是接下来应该要审慎思考的地方。总统府那个张敦涵那个话是没有道理的了哈。他说为什么对大陆就可以用谈判代替对抗，对美国就要对抗代替谈判？对美国没有叫你不谈判呐，所以有哪一个人说跟美国不要谈判吗？还是要谈判啊？但你谈判要有筹码嘛，你不能把你的筹码都丢掉嘛。另外，大陆对你的产品有收你32%的关税吗？大陆对你是让利的 ，ECFA 是让利的，美国让了什么利给你呢？这情况是不同的嘛。那你将来要，比如说要跟大陆谈判，你也是要有军备，你不是不要军备啊。你一方面有军备，对不对？真的他打你，至少你要做一定程度的抵抗，你也是要去谈嘛。所以谈判跟对抗是相互为用的。不能说这个我对美国我就通通不用然后对大陆就通通用，也不能对大陆说我这个不用那个用，对美国这个用那个不用，你两个都重要的所以我不懂张敦涵讲这话到底什么意思？那你台湾大家有去反对谈判吗？没有反对谈判但你谈判你的筹码是什么？你有一些筹码，半导体啦，我们现在有5000多亿美国的这个美债那这个是不是你的筹码呢？这是啊，对，那你筹码都不用，这不是很奇怪吗？
哦，你在大陆谈，就算谈的话，也有筹码，也不是台湾通通没有筹码。哦，你也好好运用你的筹码，哦，采取一个杠杆的作用，让你的筹码发挥最大的效益，一定是这样子嘛？来，洪薇。我觉得这件事情啊，充分暴露这个赖清德还有他的团队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赖清德他当时在当副总统的时候，他为了要做总统的准备，他成立了很多读书会啊。他知道不管是财经界的、政治界的、科技界的啊，就是想厚植自己这些有关幕僚的实力。但是呢，在这件事情，大家看到其实有很多地方荒腔走板。好，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就是昨天他请来到这个民进党，就是中常会特别来报告的这个吴介民讲脱中入北，我就是很奇怪，不是都是要听台湾，台到哪里去了？台湾没有台湾价值了呀。然后呢，这个位吴介民呢，我就去查一下因为过去也不大知道这个人物，就说因为他提出来的是台湾的产业要脱中入北，然后赖清德觉得很棒讲得真好。那我想吴介民他是不是一个什么财经学者研究？结果你如果去看去 Google 他是一位政治学者，他是中研院社会研究所的研究员，他所有的研究大概都集中在政治上。好，所以呢，他到了民进党的中常会，大谈有关于未来我们的产业的方向，所以搞到今天中研院的院长廖俊智到立法院去备询的时候，你不觉得廖俊智的回答很奇怪吗？我尊重言论自由。一点都不想做任何的背书，一点都不想做任何。我尊重言论自由，你爱怎么讲就怎么讲。好，所以我觉得对一个堂堂的现在执政党赖清德，你今天找一位以政治学者，那当然他也是什么守护台湾民主协会的什么成员。你看我这样一讲，大家就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底吧。好，然后我们的对外谈判现在是说由郑丽君来领军郑丽君现在是行政院的副院长，没有错，行政院副院长。但是如果我就很多人也应该知道郑丽君她过去的她的资历，她大概都是属于文化方面的，她当过文化部长什么成立青平台啊，还有过去那时候还有青辅会的时候等等的，还有文化总会。好，所以请问一下，他有没有曾经在国际贸易、财经方面、外交上面曾经有任何的经验？没有所以我真的觉得很奇怪，就是说为什么赖清德他现在能用的人，或他能请的人，或者他能听意见的人这样的狭小，那这会使得他整个的做出他的政策判断大问题。好，再来看林佳龙，他说我们现在组台美联队，很奇怪，我们刚刚讲，我们不是要跟美国对抗，美国现在已经是我们第2大出口国。我们跟他的关系这么密切，我不是要跟他对抗，但是全世界都要跟他去做交涉、去做谈判。那所以现在全世界大家做成什么？比如刚才讲欧盟大家要团结起来，团结力量大。所以我各个击破，因为我欧洲每个国家其实都很小嘛，我的经济体没有办法去跟美国谈，所以我们大家团结起来谈。好，现在呢，东南亚东协他们也是开始要东协一起集合起来谈，所以大家都觉得团结力量大。好，我要特别提到，其实国科会智库国科会下面有智库，他最近请了一个美国的前商务部的官员。他也请他来做演讲，他的建议就是说，第一个，台湾不要轻易露出底牌，这是美国前商务部官员讲，不要轻易的露出底牌。第二个，他也建议台湾去找其他的国家先联盟，大家一起来跟美国谈，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一个去谈，其实都是以卵击石啊。老讲，你今天要排名到什么样的程度，我都不觉得，可能我们都很后面，所以包含赖清德去投诉，大家都觉得都很奇怪。我们现在好像很难接触到川普核心的人，那所以呢，我们的总统只好在社群平台发文，只好去投书，用隔空的方式让美国政府知道我们会提出什么样的条件。好，所以我觉得今天赖清德他一方面他应该扩大他自己的一个幕僚圈，我不晓得为什么要把萧美琴放在那边呢？
他萧美琴最后只能包润饼啊。像昨天，比如我们有建议说，是不是应该找张忠谋当特使？因为张忠谋你要挂号，他一定比你前面一定排几10名啊，就往前面走。不然你也找萧美琴，你为什么把萧美琴晾在那边？所以赖清德总统面对这么大的事情，扩大你的幕僚圈，扩大你的决策圈，不要偏听偏信。他这个结盟是蛮重要的。我认为川普这次让步哦，除了刚刚讲说债券的这个汇率飙升，因为他突然看到欧盟也团结在一起了，对哦，然后这个亚细安国家也团在一起了，而且很多要就跟中国大陆去磋商了，哇，这不得了了，这下什么全世界都联合起来对抗我，我认为对川普也有蛮大的压力的。休息一下再回来。好，美国暂缓对等关税啊，那郭智慧说政府会做好完全准备啊。第一个呢，880亿帮助这些企业界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大概有各种的策略啊，我真的很怀疑了哈，好吧？那拿什么跟美国谈判？郭智慧说我们会对美国采购2000亿美元，我吓一跳，2000亿美元很多钱，10年，未来如果10年1年才200亿啊。而且越来越贬值啊，到第7、8、90，那个200已经不是现在200亿了，可能200就现在150、60、70、80亿啊，哦，所以10年，那你认为美国会满足吗？我们去年赚了美国739亿美金，去年哦，那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逆差，对美国我们是顺差，所以呢，看起来2000亿，如果你这次一次拿出2000亿，当然很棒，10年啊，哦，而且10年后川普在哪里了？他还当总统啊，虽然他想连任，但是也不太可能啊。郭智慧呢说我们要协助台商移转生产基地，那移转到哪里呢？之前不就移转到越南啊，移转到泰国，结果越南被科了这个40几%的税，比我们还重哦。所以你要移转，美国也会懂，他是笨蛋，他不知道你移转到哪里去，不可能嘛哦。所以以前说台湾 +1， 要变成 China +1、+2、+3，你 plus 几我都盯着你啊，哦！只是现在呢，这个你真的还不知道川普那10%或者豁免90天是给谁了？哦，越南有没有在豁免之内，我们也不知道。会不会说只要大陆出去的，我都不豁免，你也不知道哦。而且也随时会变嘛啊，哦。那吴思瑶就是说呢，在野党继续操作以美论，社会会批判，怎么可以以美呢？你看还移川普，移什么川普呢？不可以移川普，也不可以以美。我们看一下。删了10多亿，没有啦。我现在问的哈，委员他是提统删了，没有造谣啦。委员部长，你严重误会，你是在帮他掩护还是严重误会？是统删是另外的钱嘛？回答关税问题前，经济部长郭智慧先替总统府秘书长张敦涵说话，只是如今川普喊话暂缓对台32%的对等关税90天，等于多给台湾谈判跟缓冲时间。因为这个整个延90天嘛。所以我们大概有各种的策略，我们会再盘点一下。赖总统也投出彭博社释出诚意，提出4项对应措施，包含台美零关税、增加美国进口跟军购、增加对美投资、成立跨部会美国投资小组，承诺取消所有非关税贸易障碍。但其中扩大对美投资究竟有多少资本？大概应该有2000亿美金可以谈了。2000亿美金可以谈，对，然后还没有加上这个民间的啦。政府说对美的天然气呢，那我们采购会扩大到3成，现在方向是不是如此？方向应该是这样的。昨天我在问这个部分的时候，你跟我讲说，因为是一个谈判的筹码，不能够透露。好，可是刚刚杨全委员问的时候，你直接讲说我们政府采购大概会有2000亿的规模，10年。部长这边多了解的时候，只是明明是同一题，郭智慧在被暗酸前一天回答不出来。不过面对赖总统认同中研院研究员吴介民的脱中入北论述，用细段2.0与北半球民主国家联盟，经济部也提出未来会协助移转生产基地。对这个非红供应链有提出一些这个基本假设，那我们现在是要加速。来了解在中国的台商，他们如何在这90天里面能够移动，协助他们未来有竞争力。我们优先是他们如果产品是出口到美国的，我们协助他移转生产基地。如今关税冲击来袭前多了喘息空间，郭智慧谨言慎行，强调经济部一切措施都在赖总统框架内。来，这个宜轩发言人。
其实我还是要再次强调，就是说，刚刚我们看到张启凯委员在这个质询的时候，对这个经济部长郭志辉还可以帮这个张敦涵来化解说他讲出来的造谣。很明显，我们再重复一次，就是说张敦涵昨天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一直在把现在台湾所谈判失利的这个焦点呢，转移到在野党的身上，就把民进党执政不利的焦点转移到在野党的身上，说是因为在野党呢，统删了相关的这个出国的预算，说因为在野党呢删除了相关中小企业的预算，可是其实后来被发现，包含陈玉珍委员，包含林思明委员，他们其实都没有删除，而且最后这2个案子也都撤案了，等于就是他公然的造谣，但是呢，他造谣完之后还说这个，那你们就代表你们删除未遂啊，硬凹，造谣之后再硬凹。那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林佳龙被质询的时候问他说，那你们到底有没有钱可以去谈判呢？他说目前还可以啦，就也就是说呢，他连部长都没办法帮总统府来背书。总统府到底今天存着什么心态来面对现在关税上面所面临的冲击？如果呢，就像我刚刚说的，至少我们还有在野党，那个赖清德那张图换成至少我们还有在野党，千错万错，只要推给在野党，执政党就没有错。尤其是吴思瑶到现在还在说我们里面没有这个所谓的质疑美国的这件事情。现在不是你们民进党立委在捡到枪，好像回过头来要反杀在野党的时间。现在的时间是你们要好好监督执政团队。也就是说，今天卓荣泰他现在说880亿要照常运作的时候，该怎么运作？未来该怎么处理？这个是执政党立委也应该要站在监督的角度去看待的，而不是反过头来呢，在操作在国内的这样子的对立。要说要团结的也是你们，结果在国内制造分化的也是你们，到底要怎么样团结？对，因为我想现在会有很多的批评其实我会觉得，其实主要是因为这个谈判它有非常多的细节，那有些部分我们其实现在也不宜透露那么的多，所以大家会觉得有点雾里看花那对我的了解就是郑丽君副院长，虽然他过去大家知道他是文化部长，可是有一个重要角色大家忽略了，他是赖清德选总统的时候所有的赖清德的愿景蓝图的总负责人，所以不管是国安、外交、经贸方面的政见那这里面形成的团队专家学者，那都是他在协调，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跟卓院长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分工只要涉及跨部会协调部分是他来处理。那这一次其实有很多包含我们刚刚讲会不会影响到农民或者经贸这个都是跨部会要来合作，那怎么样去降低冲击得到最大的对台湾的经贸的谈判结果？那我是对他非常的有信心。那我想萧美琴或者是吴钊燮就是秘书长，那大家都知道他们其实都在进行这个相关的各种就是协助就是谈判中那刚刚讲到就是吴建民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脱中入北到底有没有问题那我想那个王宏威委员可能不知道他详细的内容讲的是什么他讲的其实是一个大趋势，就是台湾如何利用每一次的地缘政治经济的变动，推动最好的产业发展。那这个也是他在讲这个部分他的文章写的内容。这张图是在讲台湾对中国的一个投资跟对其他地区的投资，这个红线是从1982年开始，台湾对中国的投资我们都知道90年代开始，然后高峰是在2012年，那其实开始下降就在2008年，就是一个经贸的当时的一个危机中就下降，从马英九时代就开始下降。太阳花运动的确是当时就是说一个对就是经济过多投入中国，是不是政治自主性会被影响的这个风波之后下降更快。那你可以看到那这个是对其他世界中国之外的世界投资那在小英总统的任内是往上的，所以事实上这个脱中是跨党派的，从马英九任内就开始了。那当然太阳花运动之后是更清楚那台湾现在对世界的投资，非中国地区已经远高于中国。那另外大家刚刚担心的一个所谓的北方是不是单指美国一个国家那吴建民的所谓的脱中就是入北，它的你这边看到红线是南方蓝线是北方，的确是在2023年。就是台湾对外的投资，北方已经超过南方了。可是北方不是只有美国一国，如果细项看我们的经贸投资的话
北方这个蓝线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可是下面呢东南亚其实过去是比较高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南向。可是现在呢，我们对美国的是起来然后欧盟、日本、韩国那这部分，所以所谓的北方的，他的意思是说，其实是代表科技制造实力已经可以跟世界体系的核心国家经贸合作。那这当然跟半导体的这个产业链的移动有关。那这对台湾来讲的话是非常的重大，因为我们过去往南边跟中国的时候是一些比较就是说一部分的制造业，那现在就是那这代表台湾在这个经济体系的转型过程中，其实我们有机会在经历这个震荡之后，事实上经济体质是更强，那这是一个大的趋势。那我想着帮他解释一下。那另外，他其实是国际经贸的这个背景那他是研究中国的台商他的博士呢是做中国台商的研究。继续再回来。好，行政院呢今天说明台880要怎么做了。那这个5都的市长都去了，也很这个担心，包括蒋万安、侯友宜、张善政、黄伟哲，然后呢这个卢秀燕到议会去，那陈其迈好像也要去川普说，这个川普虽然转弯了，但是呢财经专家就说不能够就松口气，蒋万安也这样讲了那他有了7大建言。说这未来90天会怎么样？因为你真的不知道川普到底他突然做个梦或者跟几个人谈，或者他自己突然想一想，他就变了那所以呢，蒋万安有7个建言那另外呢，侯友宜也说，现在是中美2次大戦在跳舞所以我们要闪所以呢，这个担心地方受到影响，所以呢，跟中央也有3个建议张善政说呢，我们现在对这个赖清德不是要脱中这个什么入北吗？所以呢，对美国投资也要注意，第一个可能经济会空洞化，第二个可能会影响劳动市场，第三个可能尤其是核心技术要小心，不要都跑到那边去了那另外呢，这个有这个4个市我们看到包括基隆包括新北，包括台北，包括桃园，说地方税呢是不是能够缓一点？因为地方如果受到影响就交不出税来了，中央是不是把资源也能够多释放一些那他们呢，北基桃4个市呢，他们要轮流办美国商品采购会，多买美国的东西那陈其迈、黄伟哲也说要共体时艰所以呢，是不是呢？这个要体谅他们地方的辛苦了那么另外呢，他很关注中国在海外跟台湾的产业竞争原来是台商嘛，那现在台商如果要回来，或者台商如果到墨西哥去，会不会跟中国有竞争了那蒋万安说呢，这个是不是不要再搞罢免了，放下对立，赶快救经济那朱立伦呢，今天晚上要召集16个蓝白这个执政的首长，要共谋联合对策。我们看一下。9点24分，台北市长蒋万安抵达行政院，还有新北市长侯友宜、高雄市长陈其迈陆续抵达。6都首长除卢秀燕因质询来不了，其他5位都来了。这么热闹，都是为了因应川普的关税战。台湾此时此刻不能内耗，一定是要团结一致，所以放下对立，人民最大，赶快救经济，这就是基层民众的心声。手上厚厚一叠资料，都是近日来拜访产业界声音。据悉会中，蒋万安建议延长报税，卓荣泰也给予正面回应，倾向比照疫情时期。而桃园市长张善政则对赴美扩大投资有疑虑。台湾是以一个制造业为导向、制造产业为导向的一个经济。那么我们非常清楚，美国经过多年的发展，其实整个社会氛围、教育体系已经不适合制造业的生根。那么，所以制造业如果要移到美国去，势必非常辛苦，让台湾的经济空洞化。不同蓝营首长们会议结束，各走各的。2位绿营首长共同转述，对于政院提出4部会总共880亿元的特别预算，陈其迈喊话滚动调整，可以考虑根据整个国际的情势来做预算的调整，因为首长他们的这个支持当然也一定有他们的影响力我也相信国会也会全力的来支持。其实今天的会议
非常气氛非常好，并不是针锋相对的，大家都有很多共识哦。川普给了关税缓冲期，不过地方首长依旧不敢大意。麦香龙，好，那我们都很关注，就是说现在在川普，因为大家都在讲这90天。我们重新整理一下，就是说川普的关税的假定他没有撤回去，你看他的关税的课征的税率是基本上是3大块的。我这几天我做很多功课，我把它简单的统整一下，对亚洲国家，包括大陆、包括台湾、包括日本、韩国、东南亚，总体来讲平均税率都超过30%，对欧洲国家大概20%。所有的跟美国有贸易的国家里面，哪个地方的税率最低？拉丁美洲最低，大概平均10%。为什么？因为拉丁美洲是翻不了身的。只要是跟美国绑定了之后，你就是准备下一个当拉丁美洲，这个是台湾必须要认识的。日本在从广场协议之后40年翻不了身，因为它慢慢的就是被美国不断的吸血，然后慢慢的拉丁美洲化。当范云刚刚拿的那几张图，吴建民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我纯粹就第一个就是说，你要脱中我没意见，反正这是你的政治立场。你要向北亲北，我觉得不如靠北，就是脱中靠北。但是靠北是啥意思？要把那个图的数字的部分更清楚、更诚实的跟老百姓的解释一下。台湾的所有在投资上面两个问题，你看得出来现在所有的往这些所谓的北边国家的，第一个是川普1.0开始打贸易战、打关税战，然后呢打科技战之后，逼着台湾必须要把高科技产业要开始配套往外移。美国要搬一套，日本说我也要，德国说我也要，然后呢甚至于呢立陶宛说我也要。总而言之呢，许多的科技业呢这种方式慢慢的分出去了。反正呢因为大陆跟美国关系搞差了之后呢，大家呢就开始要中国加一，所以台湾的科技业过去在大陆摆了非常非常重的比重，现在呢慢慢的移出来避险。那些的避险呢，会往这些先进国家，再加上政治的压力，往这些地方避呢，我不意外。但是如果因此把它解释成就是说，好像呢这个是一个很正确的投资，我看着如果没有关税战、贸易战、科技战，你看那些呢大陆的资金会不会跑？不会的。相反的，台商台资从大陆跑出来，完全没有跟上大陆呢新一代的新三样以及新科技 AI 领域里面的竞赛。当它的7奈米呢今天要上线了。台湾在台积电半导体领域里面还能够领先多久，我不知道。第二个是，我觉得台湾更应该去想的是，台湾这么棒，可是有没有人告诉我，台湾一年有多少的外来投资到台湾来？都觉得台湾这么棒，台湾科技领域这么发达，我们到台湾去投资去。蔡英文上来了之后，每一年外来投资到台湾投资的，从来没有超过1000万美金，一年都没有。台积电丢出去的是1000亿美金，川普说不是2000亿美金啊，你要2000年啊。台湾一年连1000万美金都没有，1000万美金哦，人家是2000亿啊美金哦，那不是2000年，那还得要再加一个零。你就知道台湾如果这么棒，这么的安全，美国给你的承诺这么多，请问外资为啥不来？台湾的投资环境全部都是台湾几十年自己打拼砸出来的。今天如果完全依赖这些高科技产业，我说了，台积电8万员工，台积电周边配套的88万员工，台湾的劳工1100万，请问剩下的1000万，你准备让他们靠什么过日子？第二个，今天一些高科技产业里面跟着美国政府的命令跟召唤，跟着川普的敌音出去了，我们有啥好高兴的？我们还需要包装配套成一个自圆其说，去骗老百姓说呢，这个是我们得到救赎的方式嘛？你看看去年的两岸的贸易。今天呢，如果说呢，你跟美国贸易顺差700多亿，还叫，觉得呢，我要科你呢30%几的关税。去年两岸贸易里面，我们还是净赚大陆1420亿啊。就是过去大陆从来都没有讲话。我说这次关税战里面呢，这个环节是大家没有讨论。关税战如果打烂了之后，你认为两岸贸易仍然可以用这种的点假三挖工？我不管我怎么臭你，怎么骂你，我赖17条，我不把你大陆人当人看。
你的所有的路配、路声、路资、路客，我全部都不当人看，但是我每年照样赚你1420亿美金，你大陆安安静静，不会像川普一样搞我。你到底在想些什么？你民进党今天说，就像那吴思瑶，我很遗憾的，就我认识的一些的民进党朋友，如果还没有入民进党或者脱离民进党之后，我觉得都蛮正常的。我所谓蛮正常，就是说我发现大家都讲得上话，而且观念呢都差不多，都很逻辑。可是只要一入民进党，还没有脱离民进党，那个想法跟我就完全不一样。好，那这些的讲法里面，你看到他们在这讨论呢台湾的当下呢所遭遇到的困境的时候，你要面对当一个川普1.0的时候呢，民进党可以为川普哭，为川普笑。2.0的时候，川普回来，那个感情慢慢又回来，你知道旧情复燃的感觉，我能理解啊，完全正常人都能够理解。民进党现在看到川普又旧情复燃了，好像川普呢突然间暂缓3个月90天对台湾的这个关税，你知道民进党这2天流露出来那种说，你看他磕我碎了，他愿意还90天了，我赢了，你到底有什么病呢？像这样的一个今天呢可以让你哭，明天可以让你笑的人，然后你说我们不要怀疑他，什么怀疑他？你根本就该叫他滚啊！今天呢，郭志辉，你作为经济部长，如果你真的要跟美国谈，你看到你的领导人赖清德在所谓的彭博，对我想的是彭博，在彭博上面登的那个东西，他等于是说，今天我衣服都脱光了，但是很抱歉，川普说我对你没兴趣了。请问你那今天你到底拿什么跟他谈？正常谈的方式，当川普说了我要科你30%几的关税的时候，你不是应该马上跟美国讲一声说台积电到美国投资的1000亿暂缓，等我们谈完再说。任何一个国家，今天欧洲对美国，或者中国呢对美国，你要跟我谈，你要打关税战是不是？来，今天呢 TikTok 暂缓，所有的什么港口贸易的这些呢港口的转移，李嘉诚要卖港口暂缓，通通都暂缓。我们谈完再说。结果你连谈都不谈，他要的你现在要搬过去，剩下的你还有什么？今天我不知道碰到这种呢，前一天告诉你斩钉截铁的说呢，我绝对不会退让，绝对不会改。3个小时之后说你们可以开始买股票，股票要大涨。这样的一个美国的领导人，你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以美哦，你们在以美这样是不对的。你们到底是生了什么病呢？休息一下再回来。柯建铭他曾经说免惊关税最多10%，当时也被骂了，就没想到川普昨天说10%，哎呀，网友说他是先知啊，然后呢，吴思瑶说先知总是寂寞的啊，那柯建铭寂寞吗？好像不寂寞啊，这立法院当总他怎么会寂寞呢？那显然民进党里面很多人也不理他了啊，所以呢，吴思瑶说先知是寂寞的啊，那另外呢？国民党酸，你90天会怎么样？不知道啊。那是不是你去当谈判特使好了？既然你那么了解川普，就代表也不要什么郑丽君了，也不要什么这个萧美琴了，就是柯建铭啊。那说呢，其实最无奈的可能是吴思瑶，因为吴思瑶天天跟他旁边也管不住他哈。那另外呢，企业说总统应该出面停止大罢免啊，总统不会听你们的啊。那另外呢，这个总统就讲了嘛。没有一个政党可以主导或阻止啊，那不是我们主导的，我们怎么能阻止他呢？不可能啊！那另外呢，这个卓荣泰说宣讲行程不变，那行政院说呢，关税政策有必要向人民说明，所以我们继续办说明大会啊。那另外罗志强的第2阶段说达标了，国民党团说造假判重刑，中间有没有假的呢？我们先看一下吴思瑶怎么称赞柯建铭。我想柯总召的很多对局势的研判或是他很多的发言，那大家都可以去用更长的时程去检视他。我曾经说过，柯总召先知总是寂寞，或者是说因为他的动如鸡先，在第一时间会承受了很多的社会的不理解，甚至是挞伐。但这就是从政者所有的言论主张都要受到社会的公平。到底谁对谁错？我觉得都不要在第一时间去奏下结论。玉敏，
我觉得这个吴思瑶哈，真的捧这个柯建铭没有极限了哈。这件事情也可以捧柯建铭说他是先知，先知总是寂寞的。我觉得这个大可不必了，因为其实美国对我们发动这个关税的战争啊，其实受害的是所有的企业啊，大家其实受的痛苦已经够多了，不需要你现在在吹捧这个柯建铭。另外一个我要讲，当我们蓝营的县市首长想方设法就是要帮这个政府解决问题，然后他们还想要去办美国商品的采购会，结果呢，这个吴思瑶在那边酸言酸语说何必呢？这个没有用啊，就去 Costco 大家去买就好了。我觉得你们才是执政党当现在在野党我们执政的县市首长想尽办法，你看你有没有觉得大家更像这个执政党？每一个蓝营的县市首长就是想破头，就是不是北北基桃，就是桃竹苗，或者是中部8县市，还有今天晚上这个16个县市蓝白县市首长在这个国民党中央党部。朱主席他要召开大家开会，我们是想方设法要解决这个国家的问题。结果你看民进党做什么？他罢免还要照罢，他现在的手法其实是更极端哦。这个像那个万美玲委员，他在这个桃园哦，他本来这个联署才12000，结果呢隔一个晚上睡觉起来，他们就报25000，就是对方就说他们连到25000，各位。1夜之间可以暴增1万多份的联署书，这当中有没有鬼？这是不是大量的去抄出来的这个真的要好好去查。所以这个像这个罗志强，他也是本来是1万，突然跳2万，就是到最后的这个时间，好像民进党请所有的资源集了，他就是把这个联署就是大力的，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反正1夜之间如果可以增加1万票，你就知道说这当中一定是有鬼嘛哈。所以当国民党很认真的要共赴国难。就你们说团结一致，我们这些县市首长真的绞尽脑汁，就是要帮我们的企业。结果民进党在忙什么？他要继续忙大罢免啊，什么谈关税的问题要继续下乡，卓荣泰还要继续下乡，继续想要炒热这个气氛。所以这个执政党像民进党这样的一个执政党，大家觉得有没有很痛心？他没有在为这个国家着想，他只想要在国会里面多罢免几席国民党的立委，然后他们想要变成是国会的多数。但是如果有一个政党是这样子一个思维，你放心让它变成国会的多数。梁范宇，我想先解释一下啦，那个就是刚刚讲到的，就是说有些人就是说，比如万美玲的为什么罢免会突然涨哦？我自己的那个了解或者猜测啦哦，就是因为我没有去问过一些个案，其实主要是这个清明4天的连假的时候，非常多年轻人在返乡的时候，没有，它是一个晚上哦。不是，它这个有个收集的过程哈。那包含我自己认识的亲友，我都以为他们不会关心这个议题，结果他就会自己去什么暨南教会拿的联署书啊，然后要家人帮忙填。哦，那是我过去认为他应该不会关心一个晚上怎么可能暴增1万多？因为有些人他不愿意到自己的，而且他的联署站的人都很自己的那个乡镇增加里担心有人际关系，这个一定是大量有组织系统的去。最后不管是针对哪一个党的候选的，我想中选会或者地方选会都应该严查，这本来就是的。那至少我知道的，以刚刚讲到的罗志强的那个志工的话，那其实有很多我过去在大安区也选过嘛，我不认识的人，那可能是知名的文化人都跳出来去当志工了，所以我想。这个部分真的不是民进党或者赖清德能够直接下令。那春假之后，其实收集之后一起，那才会宣布。那我想情况应该说明一下。我不管这些罢免是不是大家自动自发的啦，我觉得现在目前整个国情来看，内忧外患来看的话，多少的民众是希望呢，政府民进党能够呢喊出暂停罢免。所以到时候就算你说这个不是你发动的，那你总可以说我不希望这个事情继续发生嘛。因为到底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事情？我觉得我们事情的轻重缓急要搞清楚哦。所以我觉得现在去真的是让我最近每次去捷运站，不管什么大安站啊、东门站啊，其实都还是有人在那边发动了哦。你说没有人在动员，我觉得还是都有的。但是大家就非常难过的、非常痛心的，甚至有点愤怒的，就是说，当然现在在日本的石破茂都认为对他们来说26%的关税叫做国难了，台湾还在搞这些东西。你说现在讲到那么多什么脱中什么入北，不管是入北什么北，那过去西南向在干嘛？过去南向虽然这边要叫新北向吗？但而且过去的话，你希望脱中的时候，你都说这个叫做跟留台湾。那现在我向北走，我们就不用跟留台湾了吗？所以我觉得讲到底，我不管你去中国大陆、去美国、去哪个国家，跟是不是要留台湾？
我们是不是要跟留台湾，然后去部署全世界？如果是的话，请问你对美国来说，我们现在在关注的是对美国目前的强权入侵这样的一个关税压紧，你怎么样的让跟留台湾嘛？不是吗？张建正当过行政院长，他自己是科技出身的，他最担心的是什么？产业空洞化嘛，他非常了解科技业，他非常知道美国想要干什么，产业空洞化、人才外移、技术外流，就这样的不是吗？所以你不用去想他吗？那我要讲今天郭智慧讲的话，我觉得根本不像那个我们的部长该讲的话。如果说90天你真的都做好准备了，我们看不出来的话，我告诉你，下跪不用90天，现在都没有做好准备，下跪不用90天，我们1天就够了啦。其实刚刚看到吴思瑶在吹捧柯建铭哦，说他是先知。那其实柯建铭在这个行政院的国事会议里面也讲说，川普在搞全球大罢免。那这件事情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如果把柯建铭的话太当一回事的话，那全台湾可能要跟着他都疯了哈。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政府赶快做正事。现在听说连看个牙医都会被要求要签联署书哈。我觉得这件事情已经涉及到说，包含是你是不是被强迫的，或者是呢你是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被签联署的，或者是连看个牙都要搞个这个罢免的行动的话，我觉得这个政府呢，其实有点太偏离。台湾企业真的非常可怜啊！过去啊，到中国大陆也是因为不管是土地呀、或者是劳工成本比较低，但是呢，后来好中美贸易大战，那大家就开始啊要怎么样的避险，所以往这个东南亚走，然后又往这个美国旁边的加拿大、墨西哥，结果现在呢，川普的一个这样的关税战。我觉得对台湾的企业来说，真的是无所遁于天地之间。很多人就说，搞了半年，我这十年来白忙一场。企业面临这样的一个难题，如果我们在政治上，如果对赖总统、对民进党中央还是心心念念的是罢免，你看嘛，我们总统府副秘书长特别跑到政论节目来造谣，继续抹黑这个在野政党。对于一个总统府的高官，你有时间抹黑，你为什么没有时间去协助你的总统啊？就是当大家